超多灰尘，有够多。这里一个鸟大便，玻璃面上有鸟大便。哪一个小朋友看到这个东西会想写？我可以坐在这里剪片。这没有以前的中华民国美学咯。这个水流出来了。我今天要验收台中绿美图，这个是由美术馆还有图书馆共构的建筑，但是盖的好不好，不是你市政府说了算而已，我们民众们的意见也很重要。所以我今天就代表民众们来验收一下，你到底盖的好不好？它做这样子网状式的建筑，会不会上面灰尘很多？那我们现在就来摸摸看。超多灰尘，有够多。这个斜面的设计加上这个材质，就是灰尘会超级无敌多。我觉得我有点小刁钻，但是它的外观上已经比上次台中海洋馆好很多了。因为台中海洋馆它是已经有点生锈的状况，但这里的铁件看起来都还是正常的。现在开幕喽，开幕喽，开幕喽！可以进场喽。这个网站上是说它是不锈钢板打造的镜面水池，镜面的效果有限，但这样整体的呈现是还不错看的。我们往下照下来的话，这个水流出来了。那现在就先往图书馆前进，搭完手扶梯后，这个自动门进去就是图书馆的部分。一进来并不是先看到一堆书，而是看到展览的部分。如果是书本的话是可以翻阅的，然后如果是其他非书本的展示品，则是不能触碰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味道？疗愈之岛，这里是没有味道，这应该是纯粹装饰的部分。根据这本书，然后我们有挑选适合的香味，那你就可以打开，然后闻这个盖子。哦，是闻盖子的，它就是类似蚊香的概念。这里算是有很多让你在不同情境下去看这些书了。就这里是边听着这首音乐边看书啊，闻着比较接近的味道去看书。我觉得以这样子的氛围感下去看这些书是蛮不错的，就是会有一层沉浸式体验的感觉。我现在要来创作我自己的短文了 ，AI。普鲁斯特。那我的故事背景就是2023 10月10日的国庆日，然后那时候总统还没选出来，所以陪伴我的是赖清德、柯文哲、侯友宜。有看到人名，因为内容我们看不到，体验看看。好，谢谢你。我就简单带过我所看到的这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是在2023年的10月10号。我问他们，你们觉得未来的方向是什么？赖清德他微微一笑，然后眼睛是闪烁着光芒的。他说，未来需要的是勇气。然后后来他当上总统后，确实也对中国说了蛮多需要勇气的话嘛，所以他算是有履行他所说的那个承诺。然后柯文哲他是摇头，有时候未来是一场赌博，所以他那时候可能在想，他有没有办法成为蓝白共主，然后最后去赢过赖清德。可见他好像是赌输了。然后侯友宜只是在旁边静静的听着，偶尔点头，好像跟他选前的风格也蛮像的。那这是我自己乱解读了。我这个频道明明不讲政治，怎么又被我搞成政治了？逛完这里的展示区，从这个门走进去之后，还有一区的电脑借用区啊，或是讨论区等等之类的。传说中的 QR code 又来了。之前海洋馆的是不太好的体验，这里扫看看，它也是像海洋馆一样，就是你扫进来，它就是全部区域的介绍，你要自己去选择你现在要去看哪一个区域，像在哪。如果它是每一个地方的 QR code 扫进去就是直接到达那个位置的介绍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这里的电脑规格是很好的，就是你要在这里绘图、工作什么都是 OK 的。然后这里也有提供绘图板，让你可以去做画图的工作。这么多这都是免费资源，可以让你再到处。所以 PR 也可以用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剪片，可以带我自己的素材来剪。这有限使用时间吗？2个小时，好像剪不了什么。后面没有免费时间。续借，想要免费使用 Adobe 全套的，可以来这里。这一区就是个人电脑的使用空间，这里则是可以当做小型的会议讨论空间。它还有配一个萤幕给你，要去做开会使用都可以的。我觉得有些新创公司完全可以在这里工作，就在这里租个空间开会一下，然后大家到各自的区域再去用自己的电脑工作一下，好完美哦，而且是免费的。这里是一个多媒体使用空间，就你可以跟他借用这个位置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萤幕看影片啊之类的。这椅子很屌它连头都有包覆到。我们刚才逛了超久，才终于把整个2楼都逛完，然后现在才要往图书馆的3楼而已。这一层除了外面的我觉得这里的展览就比上次在海洋馆好很多了，就是这里的展览都会有很多的小介绍等等之类的，让你去了解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什么。其实就这样小小只的介绍放在角落，然后作品摆在显眼的位置，也完全不会破坏到美观之类的部分，所以我觉得海洋馆那里是可以参考一下的。
再来连续3层都是像这样子的空间，就是有很多的书柜，然后书柜也不会太高，就视觉感还不错，然后也有很多的座位区什么的。另外你也可以选择走这个旋转楼梯上楼，或是刚刚旁边的电扶梯都是可以的。以这个桌子跟椅子的高度，我觉得是相当适中的，而且它的椅子跟椅背都是软垫的，所以我觉得坐起来是很舒服的。然后这里有超级多都是这样的木桌，它的木桌都会有这样子的插头，就是如果你要带个笔电来工作什么都是很 OK 的。我觉得坐这个位置跟刚刚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。刚刚位置就是你想要认真读书或认真工作的时候坐在那里超适合，然后这个椅子可以这样转，坐在这里就是一个想耍废的时候在这里。这个位置来说，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适合阅读，因为这个桌子有点太低，伤你的颈椎啊。这个图书馆它不管是桌子还是书架的间距，都比其他图书馆明显还要宽非常多，所以这里的空间可以算是相当的舒适啊。最后一层我就不用特别介绍了，因为最后一层的书架特别的矮，我只要转一圈，你们就把这一层完全给看光光了。这层找书会比较困难一点，要么你要这样弯下去，要么你要这样蹲下去，然后如果是最下面这层你要这样，视野不用那么浮夸，这样还是可以，但就是视角蛮斜的。如果是小朋友来的话，就比较好看了。但是这里的书也不是小朋友的书。最上面这层，你往外走还有一个可以观景的区域，可是它现在是封住的状态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开放。不然我蛮想出去看一下风景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书馆，它的书柜上面其实都是有蛮多空位的。我有看到一个资讯是，现在的实体还有线上的书册总共是40万册，那未来他们是有打算增加到100万册的，所以这预留的空间是预留给未来那个100万册的空间吗？应该是不到6成满的。我觉得以一个市民的期待来说，可能至少要7、8成满会比较合理一点哦。我们现在在6楼的位置，然后刚才我以为是2楼的大厅，它其实是3楼。它的3楼再来是跳5楼，它并没有所谓的4楼。这里又不是医院，为什么要那么的纠结这个东西？现在来到图书馆的最后一区，青少年的阅读区。这一区的话，现在有一个主题是焦虑时代重开机。这里有一个黑板是引导小朋友们把情绪画出来，然后也算是可以引导小朋友他们面对自己情绪的一个启发吧。这里的话有一个焦虑的事件簿，就可能是希望大家把一些焦虑的情绪抒发出来。但是他用这种考试的作文纸，我看到只会更焦虑而已，好不好？即便你用这样子，都比这个好太多了。哪一个小朋友看到这个东西会想写，然后会觉得看到这个纸不焦虑的？我看到这只想到满满的作文而已。今天又要考试了，我要写满500个字才能离开。然后小朋友这一区的书架就非常符合小朋友适合的身高，很多漫画或一些青少年的书籍可以看。然后后面一样也有很多的座位区。这也就是图书馆的尽头，经过对面的空桥就可以到美术馆了。哦，这空桥其实很不错哎，从上面往下看才可以看到那个湖面波浪的感觉。这个螺旋状的，它是一个螺丝的概念，螺丝栓紧这个建筑的概念，还是它是一个溜滑梯的概念？有一些活动资讯。然后这个 QR code 扫进去的话，它是把所有绿美图的介绍都融在里面。我真的觉得你可以一个区域就放一个 QR code， 然后扫进去直接是那个区域的介绍。这个设计理念是一个树荫三合的概念，它是铝制的百叶窗，然后有一些 LED 灯管。因为这里总共挑高27公尺，然后他说这个装置艺术的高就有23公尺。我刚才看到一些小细节，灭火器外盒是白色的，这没有以前的中华民国美学咯。如果是以前的话，绝对它是一个红色在这里，然后很破坏美景。可是它这里跟建筑完全融合在一起。请勿攀爬的这个也是白色的。这个小叉才要让大家醒目一点，用红色的，我觉得这个也蛮加分的。比较边边的这个扶手是不是干净的也蛮重要的，是干净的。你那个洞的大小，鸟是有机会飞进来的，因为这个玻璃这里是有鸟便便的状态。这里一个鸟大便，然后这个铁件上这里有鸟大便，然后这个玻璃面上有鸟大便。以这样的设计来说，还是无法阻止鸟大便的攻击。这里也有。今天才开幕第一天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呈现哦。如果过个1年、5年后，不知道这整个玻璃外墙会变什么样子。那现在正式进入到美术馆的第1层，这整个空间是够宽敞的，逛起来的动线也都是很舒服的。刚才有工作人员问这个影片有没有开盈利的，没有，这个频道还没有达到盈利的条件，所以各位观众赶快帮我订阅订起来，让我这个频道也可以盈利。因为比较有疑虑，我们就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让大家看一下整个空间配置就好。然后这也是
再往上一层的美术馆，中间这是刚刚1楼也有的那个装置，然后它一路贯穿到了这个楼层来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它代表着萤火虫的这些绿色光点，到了最上面这层楼也都还是有的，所以这个作品的呈现算是蛮完整的，从1楼一路贯穿到了最上面这个楼层。我觉得这个作品，哇，真的是就尬耶，大家可以自己来现场感受一下。美术馆的5楼这里还有一个空桥，然后它有2层，这一层是桥的部分，然后桥下面还有一层是平面的部分。刚好前面是公园，所以也没有比较高的建筑物，所以视野还算蛮不错的。我们摸这个把手就好。这个把手应该是给人扶着的，所以以开幕第1天来说，有这样子的灰尘量。我觉得是不 OK 的。如果今天是开幕1个月，那就算了。开幕第1天代表着要很干净吧？刚好这里露出一块透明的，让大家看。我在看他们，他们也在看我。像谁才是艺术品？大家电梯下去看它的无障碍设施做的怎么样？然后有看到有长辈是拄着拐杖上来的，所以这应该算是无障碍蛮友善的一个空间了。整个无障碍空间我觉得是很没有问题的啦。就是我们刚才到每一个楼层，它的空间基本上都是很宽敞也很平面的。然后从1楼到6楼的话，每一层也都有电梯。门口进来的位置，它也是没有高低差的，它就是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沟，但是没有高低差，所以推轮椅或拄拐杖应该都还算安全，除非你高跟鞋的那个尖太细，才有可能踩进去。B1我们就快速带过，它就是有一些多媒体的讲堂或是一些演讲厅等等之类的。你在 B1 这一层你自己来逛的话，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，因为它都是每一个门，因为有报名活动推开之后，你才可以看得到那个演讲厅。这位置就是有318个车位的停车场。然后如果不想停在外面，可能会有一些沙子之类的，也可以停在里面，位置应该都还算蛮够的。那除了它本身的停车场以外，其实外面有很多的停车空间，像这里的停车空间搞不好比里面可以停的车还要多。这停车空间应该是绝对大丈夫的。最后地下2楼有一个体验空间，然后它是要脱鞋子才能入场的。海洋馆的鞋子摆放区跟水池中间大概还有20公尺的距离，你要光着脚要走在那地板上，谁会想踩啊？我们一样是台中市政府的产物。怎么2个场馆差那么多？这一区就是小朋友的天堂啊，就很多东西可以摸一摸、玩一玩啊。然后这里也可以画画啊，大概有1半的作品画得比我好。我从幼稚园到现在画的人都长这个样子，永远都是3根头发。我完成台中绿美图的验收了。那刚刚美术馆的部分，就请各位观众们自己再来现场看看，不然我把那些艺术品都拍出来，你们也就被暴雷曝光了嘛。我觉得以免费的美术馆可以有那样呈现，真的是超级无敌物超所值。至于图书馆一进去的那个体验区，我觉得也是超出我的期待的。然后那3层可以阅读的地方，空间非常的宽敞，而且读书的地方也还蛮舒服的。至于缺点的话，真的就不太多。就像那个灰尘，其实也是有点找茬的感觉才找到的。QR code 的话，也没有像海洋馆那里那么惨，因为海洋馆真的物种太多了，但这里至少还有分一区一区的，而且整体的外观还有内在设计，颜色都还蛮有整体性的，就不会像之前的中华民国美学。如果这是售票的，可以给到7分，但是它完全不收任何费用，让你享受这样子的空间，我觉得完全可以给到至少7.5分。我觉得不管是住在附近的居民，还是你真的刚好有路过台中了，都可以来这个美术馆体验看看。里面的展览是还算真的蛮值得一看的。然后看完之后再去图书馆那里坐一下、chill一下。如果认真要逛，这里可能真的要逛到1整天。那希望下一集就可以去开箱其他县市的其他建设了。有什么建设希望我去图集、希望我去验收的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